谁为生无死痕？落我心中沉沦，为一身锦绣落满泪痕，凝情望断问红尘。 月与灯依旧，盼君早归来。当风起，雨化成绵，等到风霜凝结成思念。风花有几度，又很远。 谁来作陪？月与灯依旧，盼君早归来。不问过往是与非，情深缘浅也无悔。转瞬繁华间，落寞你心扉。不愿心绪化成灰，拂去过往的心碎。 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侯宁。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很久？我知道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差点以为你消失在整个三界。这不会又是梦吧？不是。你来找我了。还好，你找到我。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的红茶花。每每想你想的厉害，我便会来此种下一株红茶。我曾用军营草唤过你千万回，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？军营草需要结印，方能传信。好了，以后你便可以用它找到我了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消失？吾张国一役，我得凡人之身死后，魂魄便一路飘零，不知去往何处。我那时神识不全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找到你。不知怎么的，就飘到了这里。那你为什么逃避？
不敢回去。我知你恨我，我不敢回去，不敢与你相见。我没能保护好你，害你断肢，害你堕妖，害你坠入化仙池，受筋断魂裂之苦。我很抱歉。苍梧山一事，是我骄傲自大，自以为是，以为能够护你一世周全，却害得你父母双亡，苍梧陷入混战。我很抱歉。吴章国一事，我仗着自己没有记忆与你相遇，却不知你背负了那么多的仇恨和痛苦。这些我都很抱歉，所以我不敢回去。我不知该怎么求得你的原谅。别说了。混沌之中，那里没有日月星辰。我一直在想，若是你能来找我，该有多好。可我又想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奢求你回来找我？本就是我做错了事，是我亏欠你太多，是我该遭受惩罚。别说了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我回不去的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处在时间位置的虚空之中，却还是无法回到你的身边。是因为你找到了我的愿望，所以才能遇见你。我怎么能回到未来呢？来年元月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你果然还是留在了当年的愿望里。你来找我，便已经足够了。下个月灯前，我一定把你带回去。好。仙子，找到中天王了吗？也找到法子了。什么法子？等。帝君，自中天王离开，前往凡间历劫，神法者一职空缺至今，而如今凡间妖气四溢，若不尽快另立神法者的话，那些妖孽会愈发猖獗的。神法者一职，不但要法力高强，更要有天威名望，能够震慑三界之心。除了锦绣，还能有何人选呢？昆仑君自历劫以来，打理四季秩序，率天兵寻找失踪的中天王有劳，凡间治理井井有条，物阜民丰，一派昌盛。能做到这个程度，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谢父王。帝君，锦绣失踪已久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神法者一职事关三界安危，不能一直空缺下去。身后的意思是，昆仑君是否可以担任神法者一职？昆仑君从小与锦绣一同长大，法力并不比锦绣低微。从前他没有担任中天要职，不过是因为孩子心性。如今历劫归来，早已不同往日。若帝君能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定会好好珍惜。母后，父王有所顾虑也是应该。
儿臣尚未有所建树，难以服众。不过，儿臣倒有一旨想求，望父王成全。说。燕池会将近，虽然天地星未归，但燕池会象征着整个中天的繁荣昌盛，不得不办。儿臣希望能够承担此次的举办之责。上次燕池会，你弄得花里胡哨，我至今历历在目。父王放心，儿臣这次自有分寸，一定令众仙家满意。好吧，既然你有这个心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谢父王。神尊大人，我好想。后年，你也在想我吗？把那个摆在那边。是。小仙参见昆仑君。这只有你我二人，不必那么客气。我知道昆仑君在此操办燕池会，所以特意给你带了一些花蜜。多谢。天兵已经去寻找了，暂时还没有他的消息。不过，我最近时常想起儿时的一些往事。是关于神尊大人吗？是关于锦绣的。从小他的性子便与我截然相反。我总是大张旗鼓地要这要那，他却不争也不抢，把最好的都给我。自己想要什么，也从来不说。每次看书、休息，不哭也不闹。我每次犯错，他也都会帮我。如果他能多为自己想一点就好了。可我觉得他并不快乐。他从小就这样吗？他生在中天，身为长子，不仅要继承神法者的重任，还要接任这中天帝君之位。这个位置不允许他有情绪，中天不允许，父王母后也更加不会允许。所以这是他很少笑的原因吧？这个燕池会拆散了很多人，也撮合了很多人。千年之前，是我第一次主办燕池会。那个时候，我没有经历那么多。我觉得燕池会吧，怎么热闹怎么来。可如今再办燕池会，才发现，热闹也只是一时的，散去之后什么都不剩。不会的，花开花落，日月星辰，那些我们心心念念忘不掉的人，终会重逢。希望他们能早日归来吧。父王，众仙家已归位，盛会可以开始了。开始吧。
时辰一到，月灯节就要开始了。哎，白茶大王在那边吗？白茶？对啊，不都是冲着白茶大王的名号来的吗？据说妖王要重现，重振我们妖族，正在收兵呢。我不清楚。哎，走。我果然猜对了，锦绣，我来带你回家。这次宴池会，彰显了我中天肃穆威严之风。我确实没有想到，你能把宴池会办成这个样子。是啊，这孩子性情果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。父王母后过奖了，儿臣从前的确太过顽劣，让父王失望了很多次。从小，都是哥哥为我遮风挡雨，替我分担了很多我需要担起的责任。如今哥哥失踪，是时候由儿臣担起这些了。父王，希望您能相信儿臣。你能说出这番话，为父甚感欣慰。这段日子，你确实进步不小。希望你不负神法者的称谓，恪尽职守，守护我3界秩序。报！帝君，中天王回来了。儿臣拜见父王、母后。孩子，你果真还活着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父王、母后，儿臣让你们担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究竟去了哪里？父王，儿臣历劫，归于3界之外混沌之中，意识模糊，能够回来，多亏了木仙仙子。木仙？我的西海之眼都探不到你的存在，木仙仙子是如何广大神通找到你的？全凭一个梦境。父王，儿臣与木仙仙子在无章国结成儿女情谊，惺惺相惜。儿臣的魂魄流离失所，不知去往何处之时，恰好掉入了木仙仙子的梦境之中。胡闹！梦境乃虚构之境，你的魂魄如何掉入他人梦境？好了，神后，凡人有言庄周梦蝶，你就不要再纠结木仙是如何超过你的西海之眼找到锦绣的。如今锦绣终于回来了，这比什么都好。我中天血脉终将延续下去。为了一个梦，耗去了1000年法力。神尊大人，是因我而神根受损，
即使是一个梦，我也会尽力而为。好，天地星终于回来了，我中天盛世万年。神尊大人回来了，太好了！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不在的时候，还要感谢昆仑君对花昭宫的照顾。应该的。这要是按照你千年之前的性子，估计我花昭宫都被你拆的只剩个门了吧？毕竟过了1000年了，你弟弟我也不是从前那个只会玩闹的小孩了。参见神尊大人。诸位花仙，好久不见。您可回来了，神尊大人。您不知道百花仙子们有多为您担心，这一树的百花节都是仙子们为您祈福的。各位花仙，你们辛苦了。芍药，这花开得这么好，你也快升仙使了吧？小仙的花没让您失望就成。神尊大人在哪儿呢？我的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哪儿？神尊大人在哪儿啊？神尊大人，曲仙官。哎呀，不是我喝醉了吧？啊，喝了多少？哎呀，你还活着呢，太好了，我都想死您了。快把他带回去，让他休息会儿。活着就好，我不走，不走，可想您了。木仙仙子，多谢你救了我哥哥。昆仑君恕罪，之前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没关系，你这样做，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。不过，我倒是挺想念以前的茶花小妖的。神尊大人啊，我可想您了。你不信，你问问他们，我天天跟他们说，我太想您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这些花都不成样子了。没想到您回来了，您回来就好啊。这些花啊，以后肯定会更好看的。你看看它们，都水灵了，你看看。白茶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我是妖，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处罢了。吴张国生灵涂炭，你难辞其咎。那又如何？如果我没有怨气，你如何能走到今天？你和我又有什么区别？收手吧，不要再图生祸端了。收手？怎么收啊？你好不容易得了功德，当了神仙，可你却把灵力浪费在找回他这件事情上，你让我怎么收手？这是我的事。我苦心为你奔波，为的是助你复仇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你，我都可以为你去做。他呢？他为你做过什么？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说过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爱他。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是我欠你的。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可以还给你。还？你怎么还？你就这么不珍惜自己这条命吗？我说过，我欠你的，我会还给你的。
我为你做的这一切，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还我什么。可是我为他做的也一样。他是杀你父母的凶手，他是让妖族饱受迫害、满口仁义道德的刽子手，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可是我爱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说你爱他，那你就好好享受你对他的爱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锁心线。你越爱他，你就会越痛苦，这根线就会系得越紧。既然你想用你的命来证明你对他的爱，这锁心线不正好帮助你？老卑鄙！我不过是爱你吧。神尊大人跟着我做什么？我来看看残花原仙使是如何料理百花的。花神大人离开那么久，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有啊，已经处理完了，所以才来见你。花神大人来到残花园，被人知道了不好。他们心中的想法我也管不着，我只在乎你的想法。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话多了。那是变好了，还是不好呢？只要是你就好。历劫时，我曾亲身体会何为凡间之乐，何为人间烟火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等我回来之后，一定要多找时间陪陪你，弥补之前亏欠你的时光。你真的跟我初相识的时候变了很多。是啊，因为我不想再割舍那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了。红宁，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。怎么了？你还是叫我木仙吧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。好。儿臣
拜见母后。自打你醒来后，就有日子没来了。之前为了寻哥哥，是儿臣怠慢了母后。你来找我，为了何事？儿臣想向母后借西海的兵力，望母后准许。你从未有过带兵的兴趣，突然借兵干什么？儿臣想帮路遥。北仙界的事，中天都不便干预，更何况我西海。再说，你从未操练过兵马，就算我给你几千精兵，你又如何率领？儿臣的确没有操练过兵马，但儿臣自苍梧历劫开始，便以小小兵妖的身份，学会了很多。我与苍梧弟子一同经历生死杀敌，明白了何为道义。在吴章国，以相爷之子的身份，辩证施治，明白了何为亲友。我也由着自己的性子够久了，人生在世，总要有些担当。没想到，你入世一遭，果然有了长进。母后，路遥是儿臣的朋友，她作为天女，必有一方百姓，于情，儿臣理应帮她护佑一方苍生；于理，天狐狼子野心，与中天不睦已久，迟早会成为中天的威胁。你终于长大了。儿臣从前顽劣，让母亲忧心了。沈后，花昭宫梅仙使求见。许他进来。是。小仙参见神后，见过昆仑君。梅仙使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小仙是给神后送来神尊大人亲酿的百花酿和新做好的点心。哦，他亲自酿的。是的。哥哥有心了。梅仙使，送回去吧。母亲，这是哥哥亲手做的。送回去。是，神后。昆仑，你能有此想法，母后甚是欣慰。但是西海精兵向来迅猛好战，不可轻易给你。你若真想要，拿你的能力来换。儿臣知道了。若是告诉神尊大人，神后退了百花酿，他会很伤心的吧？那不是锦绣亲手为神后做的点心吗？将军，要是找不着他，我就不能继任了吗？将军，不是不行，但是恐怕会民心不稳。天女乃是九尾狐族血脉，向来最受民心拥护。若是我们没有天女的支持，恐怕会多生事端。哪来的破规矩？我率兵征战，只知道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将军，可这是上古时期留下的传统。天女象征了九尾狐族的希望，若是我们轻易打破，怕是会对日后不利呀，将军。她一个妇人，如何能象征得了我们狐族啊？可笑至极！下去吧。是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，
神子大人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神子大人，您看这是什么？北仙界的婚帖。北仙界天女与新的北界王成婚，特意给您送的请柬，还说什么？还说感谢您当时悔婚。这天狐谋杀北界王篡位，天女才回到北仙界，想必是利用北界王强行扣押天女逼婚的。此事昆仑可知？昆仑天君应该不知道吧？你说他这暴脾气，一旦知道这消息，昆仑天君，您聊。最近在忙什么呢？他们都说你事务繁忙，成天待在这花昭宫里，我就是来探望探望你。你最近不忙？我有什么好忙的？我呀，每天就是管管这风雨气象，学学处世之道，多好。你最近可有联系路遥？我联系他干什么呀？他有自己的事要做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否爱慕路遥？没有。当真？真没有。昆仑，你当看清自己的本心，不要顾及其他，然后认真的告诉我，你对路遥是不是爱？沈家都回北仙界，去解救苍生了，不需要我了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来跟我说这些。这是北仙界传来天狐与路遥的婚帖，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你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咱们可以去找父王和母后商量。昆仑，你要答应我，一定不要冲。昆仑，何事如此匆匆？我要借兵。我说了，用你的能力来换。母后想要什么，我有的都可以给你。说话算数。可立契约咒。好，我借你3000西海精兵，你与我立下契约咒。可不反悔。母后要立何契约？你答应我，与锦绣共争中天帝君之位。不仅西海之滨可供你调遣，日后中天所有的权力都是你的。锦绣才是未来的帝君，我的天地星根本就没有亮起。只要你想要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可我从来就不想去争什么帝君之位。你不想救路遥了吗？母后已经知道了。北仙界发出婚简，昭告四海八方，将娶九尾狐族天女为后。你没有权力和兵力，如何踏足他人地界？又如何救出你心爱之人？我不可立此契约。你不想救他了吗？路遥我自己会救，但绝不会以此作为交换。我会让你成为中天的帝君，你也必须成为。母亲。哦，怎么了？我要离开花昭宫几日，北仙界传来了路遥与天狐的婚简。我担心昆仑性子执拗，意气用事，直接跑到北仙界找路遥要交代，所以我要过去一趟。路遥为什么要与天狐成婚啊？他们在这个时候传出来大婚，恐怕是挟持了路遥，助天狐继任。如果路遥不嫁，天狐就没有办法成为新王吗？这北仙界最能代表希望的，便是九尾狐的天女。这天狐血统与九尾狐大有不同，她若是不依附路遥，恐怕很难收获民心。血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知你在意什么，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可你是上神，我不是。那又如何？
只要我们相爱，便都不是问题。锦绣去了北仙界，已经启程了。那木仙可在花昭宫内，在替中天王打理花昭宫。哦。参见神后。免礼吧。许久不见锦绣，我来花昭宫看看。听闻锦绣不在花昭宫的日子里，多亏了梅仙使和菊仙官二位打理花昭宫，有劳二位了。神后多赞了，我们只是做了本分之事罢了。木仙，你在残花园担任仙使，近来可好？回神后，一切都还顺利，但也还有很多地方要向各位仙子学习。锦绣花神任期将近，不久就会回到中天继任帝君之位。新晋花神必然要从你们众仙中择优选出，这些时日你们可要多多修行，把握机会。是。梅仙使，你自幼在中天，最知我中天风范。近千年来克己律人，修为颇丰，前途可期。神后过奖了。之后，我会与锦绣商议花神人选，让他慎重考虑此事。哎，这神后真奇怪啊，从来不来花昭宫。神后她不爱草木。不爱草木啊？可帝君是松柏一族，锦绣的本体又是牡丹啊。难道你不觉得这神后更偏爱昆仑天君吗？为什么？莫要深究，莫要深究。情悲欢离合又如何？漫漫长路前尘早